这边倩姐我请教你就是刚刚介大使说，其实美国现在创下了一个21世纪的很特殊的一个案例，就是它的不平等贸易呢是已开发国家享有的是零关税，然后呢开发中国家反而享有的是高关税。好，这个不对等，就是我卖你东西你不可以课税，你卖给我东西我要课高关税。这个在从我们过去这100多年的全球自由贸易的过程当中，是刚好颠倒过来的。可是越南接受了，而且越南要忍受承受。第二个就是这个转口贸易现在定义还不是很清楚，那么越南外交部目前也没有把话说清楚，因为恐怕都还在谈判当中。这个转口贸易的定义，到底原产地的比例要有多高才叫做这个非转口贸易？如果这个原产地比例低到什么程度，就叫做转口贸易？我们现在看不到一个结果，它对于亚洲其他国家会有示范效果吗？那么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大国，包括了印度，包括了日本，还有包括了欧洲。好，我们看到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很有信心的跟欧洲的领导人说，我们应该可以在7月9号之前达成协议。但是这里面现在日本跟印度卡关的农产品，欧洲能放吗？所以大国的贸易协议又该如何的看待？最后就是要不要预测一下，那台湾的待遇会如何？台湾是完全配合美国的，所以我们的预测就是看美国对于台湾放手放多少啊，没什么好预测的。所以我们对美国也会像越南一样完全零关税吗？因为台积电什么都是你看到到目前为止的政府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进入美国的模范生名单。那进入模范生名单以后，就是看老师要给你一个奖状啊，还是要给你更多的技工啊。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谈判的底气，虽然这样讲起来呢，台湾的财经官员可能觉得不服气。我看现在的财经官员的底气比介大使他们以前，或者是介大使在那个 WTO 的时期都差非常多啊。从我们进 WTO 之前，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底气的。大家可能记得，光是米酒就做了非常强大的抗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据说是最后一批的障碍，但是那些障碍的理由是因为对文化的差异没有了解啊。那现在我们文化差异都不谈了，所以自然就没有任何底气了。那我回头去讲说这个脉络呢，刚才凤馨跟大使都讲得非常好，这个就是21世纪的船坚炮利。它是21世纪的船坚炮利呢，在我们的历史上面，我们就明白它会有2个结果。一个是当时中国的市场被迫开放，在应该是在那个18230年的时候，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占世界的用购买力评价的 GDP 呢是将近1/3。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节节败退，一直到了将近就是20世纪最后一个鸦片战争之后，20世纪初那时候呢，就降到差不多10%。不是腰斩而已，从将近33变成1/3，这个过程呢，就是一系列的战争、不平等条约，它不但是影响了中国的主权，那现在美国在影响各国的主权，并且呢，去掏空了经济的基础，那美国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的21世纪的船坚炮利，是我们用规则去打的一个场战争。美国常常说 rule-based order， 对吗？是有规则的秩序，但是他现在呢在做改变规则的新秩序。没错。那么差别是在美国现在跟全世界的进口的部分，就是你非要看它关税会有什么影响的部分呢，已经降到13.4%。有人的预估是发生这一轮以后可能会再有一些变动。那另外呢，它在对全世界出口的部分，其实它没有什么工业产品在出口。对啊，过去是服务业在出口，就是包含了金融啊、科技啊，还有各种的教育、观光旅游，这些是它的出口，它用服务业来出口，所以跟这一轮的商品贸易呢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下面一个就变成农产品。所以从 WTO 的结构来看，你就很了解说为什么它一下跳到农产品。那么农产品在 WTO 连杜哈回合呢都一直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它最涉及到最大多数的人。我们拿印度来看好了，农产品虽然在它的整个 GDP 里面不到20%啊，大概10几个%，可是它从业人口是多的，将近40%。所以你动了这些呢，你就动了一般人的
生计啊，最基本的就是最中下层的生计。那日本也是一模一样，你到日本到了1980年代，大家知道广场协议把日本的那些工业的一些想象呢，直接就打回原形以后呢，日本的各地方你去看那些所有的招牌啦、抗议的标语啊，都还是跟农业有关，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农业人口。因此这一轮在农业上，我觉得美国要去推动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日本还有另外一点是美国现在想要敲打它的原因，就是日本并没有同意军费要增加。石破茂说军费要看日本自己要来决定，因为日本心知肚明，只要在西太平洋找事，日本今天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最高的战略武器的的基地以外，一定是一下子就要把日本拉近，因为他用美日安保、美菲、美日还有美印澳这样子一直全部拉进来，所以他们是最容易被拉进西太平洋战局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要增加所有的军费来讲，对于日本都还有一个安全甚至生存的考量。好，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大局看完了以后呢，我觉得越南这件事情一半一半了，就是说我们从国家看起来这是没什么道理，好，而且国家看起来呢发明的这个转口贸易呢也是没有潜力。但是换句话说呢，其实越南有很多大家记得，不论是台商或者是在大陆的这个现在的台商或其他的企业，他们在开始有一些美国对于产地要求的时候，转到越南的时候是有很长的布局的。那所以我认为商人总是比政治人物厉害一点，政治上有政策，那商人会有对策。那这个东西对于越南来讲，假定纯转口的，就是说没有产地证、没有原产地证明的不符合，譬如说1/3在本地制造的，没有的会要40%的话，那是不是这些公司就要逼着把更多的生产放在越南？他要把他现在假定说，我们在以前棉纺的时候，你记得香港的这些商人啊，一开头就是把一个东西织片做完了，在香港把它组装，后来到香港呢就贴一个标签，最后连标签也不贴了，就直接就 ship 啊。那是不是会把更多的一些生产转到越南？那若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话，越南人的工作机会就会增加一点。越南的本地的那个，就像台湾一开头的加工出口的这一种的产业的机会呢，就会更大一点。好，所以因为有了转口贸易跟本地生产的差距，会不会有更多的东西挪到越南去做更多一层的生产？这让它在生产链当中的占比可以增加，那也就会造成一些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那对越南不见得不好。那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说，这个越南目前所做的转口贸易，所谓的转口贸易呢，这个范型若是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整个东南亚现在正在快速做的产业链的重组呢，就有一个范型可以依据啊。根据这个依据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蓝图可以去看未来的产业链要怎么样重做。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美国是在改变游戏规则的新秩序，所以他当时现在想说，我用这个把你卡住，到时候他觉得这个卡不住的时候，他可能再去改变游戏规则，那就要到时候再去因应。无论如何，贸易经济都是一种水流，我常常用的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个水你在这边堵了，它会往别的地方去流转，除非美国人可以完全不依赖国际生产。但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所以美国现在所主起的关税的小院高墙，一开头大家讲的是美国要支付更大的代价，那这句话也不是白讲的。在原来美国有纺织品的配额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那个纺织品的配额所要增加的成本，绝大多数是美国的进口商跟美国的消费者所承担的。所以我们有历史记录证明说，用关税去试图增加这种降低这种依存呢是没有用的。可是现在在做的东西呢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这只是中间的工具之一。所以你看日本，我觉得谈起来会很难，因为军费就是他们现在要用这个敲打你的时候另外一个提出来的条件。你刚刚讲的3个大的区域啊，印度、日本、欧盟，我觉得3个区域因为它的经济体的组成不同，它会有不同的因应。但是印度有一点，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以放的。全世界包含了南方很多国家，以前在 Monsanto 去卖你种子的时候，都已经吃过这个苦果，就是基因改造可能会造成你长期的苦果。那个苦果呢，这次是不会再犯的。所以
美国一边是在进口的地方增加关税，一边在出口的时候希望用这个关税改变去开放国际市场。那这个开放的部分呢，对于过去已经有历史记录劣迹斑斑的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放。基改作物，基改是不可能放的啊。像大陆其实有一段时候进口的大豆，大家也记得，所以那时候一下子就有非常多的结构改变，各种的油啊出现等等等等。所以基改的部分不会放，跟本国这原产地关键的那些产品呢也不会放。那只有台湾是瘦肉精也放啦，然后莱克多巴胺也放啦，一开头说的所有的管制都全部开放。我们基改早就放了，只差一件事情，就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不可以用基改作物而已。好，那这两个呢，它各自会有慢慢的协商。欧盟比较有趣的是，它是不同的经济体。欧盟的那些国家用集体谈判的方法，希望能够获得一个集体最好的结果，因为毕竟它跟美国的经济体有一个等量齐观或者近乎等量齐观的谈判空间，但是它每个国家的经济体不同，所以到最后我怀疑它还是会以大国的利益为核心，那中小国的利益呢，不见得能够完全捍卫，所以这些都还是有很长的磨合，有各国不得不抗拒的主要理由，所以要用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去改变所有的新秩序，这件事情可能想得太天真。但是今天特朗普说我到7月9号不再改，可是他原来说伊朗2个礼拜不会炸，所以说他的话呢，过几天可能有新的进展以后，他就可以改变。所以面对了一个多变的特朗普，你就是要知道他最终是在用21世纪的船坚炮利在改变我们所有的规则。那这个每一个国家最终你是参与者，譬如说 G7 的那些国家，很多都是跟他是参与者啊。他们现在美国在捍卫的也是传统的南北的格局嘛，南方国跟北方国是不同的。所以刚才我常常在讲的是说，好在中国大陆从头就说不贵，奉陪到底，用稀土去对了晶片，去产生了对这一轮用单方面的规则武力去改变游戏规则、改变游戏秩序、改变世界秩序的这一轮的发动呢，有一定程度的平挡，也有一定程度呢把这个战场拖长，把战略拖深。马英九在大陆演讲最后的发言，然后他给他贴了标签，说这就叫做暗毒，所以一直强调自己的制度，所谓的民主自由必走自珍，然后不跟大陆积极商讨统一的事宜。那这么牛，怎么会在美国人的面前低声下气，面对自己人自视清高、自以为是？我觉得马英九这一次，我也认为对于他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毕竟是前在野党主席，也是前领导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未来两岸走到最后呢，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他得要摆得正，他要让大陆能够相信他的立场，他更要让台湾的老百姓相信他的立场啊，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摆正。那这里他讲的东西跟其实如果大家愿意回头看的话，我们曾经有过国统纲领啊。国家统一纲领里面的3部，就是用这种的路径来讨论两岸终极如何统一的问题。那这个国统纲领在陈水扁第一任的时候，他的4部一没有，就说没有废除国统纲领的问题。可是，在他的第一任中间呢，他停止运作了国统纲领，实质废了国统会跟国统纲领的角色，以及他在整个国家整个政策层面上面的关键重要性。我记得当时美国的 AIT 就一直到立法院来问我们说，这个陈水扁说没有废国统纲领，但他现在做的这些角色和他这些动作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跟他说，就是实质废了国统纲领啊。但是美国的立场是说，他是你们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只能按他的公开声明来解释这件事情。他说没有废就没有废。好，那如果美国认为国统纲领没有废，至少当时的 AIT 这么认为的话，那马英九这一轮的谈话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国统纲领里面，对于未来国家统一的一些路径的安排。因为国统纲领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程序，在我看来，目前我们任何人要提出任何一个未来国家统一的路径，都不会比国统纲领更为完备。所以马英九开了一个门，希望大家在接的时候，不要在小的枝节上面对于他有所
批评，而让他所开的这条路呢，能够继续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因为他试图做的是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工作。其实并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是美国大而美法案。马斯克的威胁其实是很具体的，所有支持的议员，我明年改选的时候，统统要把你们给拉下来。可是呢，大而美法案还是过关了。那么这个过关固然其实，这中间波折很大，可是对美国来说，其实影响极为重大。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他重大的一个政绩。其实我们且不论说这个减税对于美国企业获利如何啦，股市如何，刚刚介大使其实讲了一个重要的核心点，就是它可能让分化的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美国变得更分化、更分裂，然后贫富差距更大。这就是这个法案当中可能埋下的最大的一个美国的未来的一个隐忧。这一段当然就是现在的民主党对于 MEGA 和这个 BBB 中间的重要的讨论跟检讨。但是他整个呢，为什么川普这么高兴的说认为他是一个大胜啊？我们都知道，因为过程中间他已经一统天下，从川普总统变成川皇啊，这个过程中间是一统天下到极为明显，任何公开反对他的人最后都铩羽而归。就算有零零星星的反对，也是没有可能去影响他。所以对于他未来的执政，我认为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转变，就是只要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之内的任何人，对于川普来讲都没有任何的挑战性。就算马斯克要去做他的新政党，也没有可能有任何的挑战性，因为他所掌握的机器现在已经是党政一把抓了，非常清楚。即便是在国会里面有象征性的抵抗，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更细一点哦。对于他来讲呢，应该是他叫做 Agenda Bill， 就是他的整个的执政的议程，我们一直在讲的是那个2029计划里面的执政议程里面，这里面至少有4个大赢啊。第一个呢，在军费跟国家安全的这个地方没有削减、没有变动，甚至 ICE 就是边境的那个对 ICE 对移民与海关边境管理局增加了它的预算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它被挑战的对于移民政策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弥平了，所以军费跟 ICE 加码，这是第一个它的大赢。第二个呢，债务上限，因为大家在过去一直在分辨的就是联邦政府的预算是无以为继的，每年都是预算赤字，那你到底要怎么办去处理它？这里有2个它的大赢。第一个呢，预算的举债上限往上提了。第二个呢，是他借着这个大而美的这个法案里面，他削减了一部分别人不敢碰的，包含了医疗、社会福利的相关预算，它事实上做了削减。对，所以它挪动了它的预算的结构，而且是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同一时间，它还对富人减了税，所以它这个挪动是一个非常大的挪动，在民主党来说，就是美国灾难的开始。那这是一个大赢。那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他也对他的那个奥巴马 Care， 他就降维打击了。在这个地方呢，直接对于最低收入、最依靠奥巴马 Care 的这些东西做了很多的削减啊，所以这是他的大赢。另外，他要做的是要让美国的传统的能源产业，就石油、石化。和军工产业能够起来，所以他在这里面呢，直接间接的让能源跟军工产业有了新的机会，相对的去压制了绿能以及在拜登时期的一系列的政治作为，所以在2党对抗的政治议题上面，这4个都是大赢。真的。中间还有一个，我认为是大家没有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他说：“哦，我没有交换啊，没有交换，就是我要的。”但是如果你按照他原先到最后通过的里面，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呢，像 ICE 还增加了他的预算啊，这都是算是他的赢以外呢。他有一样东西，我认为一定是交换的，就是那个 SALT， 就是个人的州税里面的抵减，因为他原来只是提了可以抵减1万，就是按照2017年就是1万每个个人啊1万，可是最后挪到4万。挪到4万的意思就是你让州可以拥有自主权的部分增加了，那这个不可能是没有交换的，因为从1万挪到4万，对于那些大州，譬如说加州他最恨的佛州、德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对联邦政府来讲啊，我最近去看了，他们算了一下，
联邦政府的税基呢会大量的流失。光是 SALT 就是原来你有钱人要想办法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这个州的税太高了。但是如果我在州里面缴的税可以抵减我的联邦税的话，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影响了，我就可以留在这个州。其实对于加州，我觉得影响非常的大。它科技大佬很多人都不住在加州啊。那这个东西大家估算呢，在联邦这个地方得要让出1.3到1.5兆，就是按照今天的状况去估计。那相对的，是不是光是加州一州？那相对的，加州是不是就多了1.3到1.5兆，可以用在加州需要支持的教育啦、医疗啊、基建啊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挪动，虽然看起来就是川普的大赢，可是在州跟联邦的立场上面，一定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角力，而且对于美国联邦跟各州中间的关系呢，会有点影响。譬如说，很有钱的州。加州它本身的税收呢，占它加州财政的将近3/4，联邦的补助很少。可是如果那些相对没有钱的州，联邦需要大量的去补助，或者联邦的本来的所得税这个部分，就是用这个 SALT 的抵减的，就是很少部分的话，就对它没有影响的话，那联邦对于那些比较贫穷的州呢，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跟主导权。所以刚才介老师讲的，无论是社会层级，或者是种族，或是其他的内部的这些分野，在有钱跟没有钱的州、贫穷州跟富裕州中间，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好，那本来我们应该要谈一个话题，就是稀土牌看起来真的奏效了，因为你看到那个半导体的 EDA 啊放了。然后呢，乙烯也放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人1分钟，我们很快的讲一下。简洁的是说呢，中国大陆现在的策略就是申请制、许可制，只要是申请就是许可。那许可的长短、快慢跟它的标准呢，都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挪动。我认为这是跟西方在规则打交道长久以来摸出来一个非常符合西方的说辞跟它的剧本的一种做法。而且它这一套是有立法的哦。对。很好，那在这里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听的，虽然是说对全球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会使用重稀土的，就是大国大厂。那对于大国跟大厂的主要的出口，其实很多都很快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跟美国相关、跟美国军工产业相关的这个地方的门呢是还是关着，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门啊，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面呢。美国所要积极去重建的稀土的供应链，就是针对着美国跟军工产业这个地方需要去再做一个新的稀土供应链。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他做了不同的矿产协定，中间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就是 Australia。那中间精炼的部分呢，澳大利亚有很多现在已经是在马来西亚做精炼，虽然那些并不完全是重稀土。那美国在美国本土扩张它重稀土的精炼能力，以及它制造永磁的那个最后的制造的能力，那一般估计是要3年到5年。所以稀土的这个优势至少会有3年到5年还是掌握在中国大陆手里。就好像晶片，当美国开始要对中国宣战的时候，从2019孟晚舟开始呢，大概也是3年到5年。所以两边都各自有一个3年到5年的战略优势，而美国的3年到5年的优势已经用完了。所以现在的晶片呢，逐渐就是它要考虑另外一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AI 的市场我还要不要？美国的厂商到底还能不能够在这个大的工业革命中间具有重大的氛围？那若是 AI 的市场他们还要的话，那一定要对中国做适度的开放。那他也会用他的安全的考量和他的战略呢去做逐步的开放，但是这个开放是免不了，因为除非他 AI 的市场不要了。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湘龙，我是陈凤馨，雅虎 TV 风向龙凤配，给你最及时、最专业的国际新闻评论。风向龙凤配在雅虎风向直播，记得按下订阅键，开启小铃铛。每周5中午准时锁定雅虎。OK 了吗？好，哇，一气呵成啊！天哪，干嘛呢？雅虎。